好，晕了，裁判读秒了，哇，非常快啊！这个太意外了，这个。哟。但是在腿法上，对手是明显不如严帅奇的。抓住一个空档，严帅奇上去就是一个漂亮的跳膝，直接砸晕了亚辛斯坦。站起来之后的亚辛斯坦还恍恍惚惚。对，这严帅奇可能是这个底下的低扫高扫接的太顺了，来劲了。对，自己也没想到，这么有效果啊！漂亮，又一个跳。刚才那读秒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对。多个这个外扫的腿，然后把中线炸开啊，用这个中间的跳膝、顶膝直接插进去。很明显，亚辛坦斯现在用左腿多去防这个严帅奇的后腿扫踢，然后这拳好像还需要努力啊。一个拉开，这个有点。严帅奇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？一腿接着一腿的高扫低扫，打得亚辛斯坦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机。第二回合，严帅奇乘胜追击，再次使用一记高扫压制对手，充分利用身高腿长的优势。是同样的明显，严帅奇也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儿啊！哇，上来之后又是一个高扫。那严帅奇其实比较怕对方直接冲进来，因为他的拳法，一方面是准确度，另一方面其实他变化也少。这个体格在内，这个绝对力量也不会特别漂亮。跳膝，这个严帅奇这个回合打，这两回合打的，我们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呢，确实是着急的亚辛斯坦想硬顶着严帅奇的扫腿靠近，不料都被严帅奇抓住一个空档，连续10多次的后扫踢，画面有点像踢靶子的感觉。亚辛斯坦更是疼得呲牙咧嘴。现在的这个完全是漂亮，严帅奇外部的这个整个这个进攻的限制住了亚辛斯坦。是严帅奇连续的后扫踢，连续的8个、9个、10个，11个，有点像踢靶的感觉了啊。对，严帅奇，哎呦，这完全是疲于应付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机会输出一拳高扫啊。严帅奇应该早一点这个转高扫，把对方的注意力拉下来，就赶紧往上面走。这个时候其实呢，我们就说呢，优势的时候怎么打，劣势的时候怎么打，同样考验一个选手在场上的判断能力和执行能力。没错，其实这会儿很明显，严帅奇在这个距离控制上已经是有着绝对的优势。没错，控制完距离之后，你接下来要想我怎么样能够终结他。对，这个其实才是我们要考虑的。优势已经在了，对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打呢？现在你看看严帅奇，这个我们说优势不说，我们去客观的看他的劣势在哪儿呢？很明显，在这个拳法上还是要再有这个更多的有效率的输出。对，这会儿呢，我们再来看亚辛坦斯很努力的在找机会，但是严帅奇这种进攻确实是非常的有效。是，什么几个成脚，高扫、勾拳，只能是爆了啊。其实是在平时挺爱跟我们聊天的一个选手。这场比赛他的腿法可以说是已经有一些成熟风格了。对，拳法上面我相信啊，因为赵世杰教练和焦学志教练都是拳击出身。对啊，这个，所以他们两位，我相信，我非常有信心，很快啊就能把这孩子磨出来。就是未来可以，你可以预期，就是他现在的短板正好是两位教练的擅长的地方。所以说，你看这个现在的长处，如果再加强，短板再提上去，这个选手的未来的发展非常值得期待。我们去看一下，目前在简直不要太舒服。第3回合感觉不对劲的亚辛斯坦开始注定出击。本以为这可能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回合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亚辛斯坦再次精准的接到了严帅奇的顶膝，直愣愣的晕坐在地上，结束了比赛。严帅奇的这场对决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赏心悦目的腿法比赛，大家喜欢他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好，开始。亚辛坦斯啊，在前2回合当中啊，确实一直很努力，但是的效果呢并不好，因为严帅奇确实在距离控制上完全是利用自己的优势。没错，有腿有膝啊，这个选手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中国选手最怕的就是没有膝，对，很多的选手都没有。漂亮，
刚才亚辛坦斯的2个后手拳也打到了，严帅奇的那个顶膝迎击的时机很好。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，严帅奇不太希望跟对方进行白刃的对攻，但是当你打到高段的时候，这个白刃是不可避免。对，就这会儿呢，我们这个不太好去推测他的心理。打晕了，又一次这个顶膝，前后顶膝，对方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好，我们现在看最终的结果，应该是很明显的哦。好，再起，这样漂亮的比赛。比赛结果红方胜。严帅奇刚才是亲严帅奇获胜。这是情之所至啊。有请有中央创始人、纪委主席、万联传媒董事长张荣洛先生以及颁奖嘉宾为严帅奇颁奖。这场比赛，严帅奇拿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胜利。整个的打法呢干净利索，而且呢颇具观赏性。但是这个还有挺长的路要走。感谢颁奖嘉宾，掌声祝贺严帅奇。